洗发精也掏一颗，快被当了。事成之后，我就帮你搞定烛光晚餐。可是他却没有出现。看屁呀！初恋就是拿来失恋用的。快点放弃那条小河流吧。小的头转度，喂，喂，你干嘛乱打我电话啊？这样才像我的小男朋友。小男朋友。也许是那一个人，也许是那一个吻，生命里陪着我们走啊走啊。现实里我能认分，爱情里不能认命，幸福会过阵不停追啊追啊，相信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，虽然从来我都不期待奇迹，直到遇见了你，相依为命，我才一次又一次喜极而泣。为了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，而我还在学习拥抱这奇迹。曾经碎裂的心不药而愈，原来我的许愿都有被回应。非常开心，今天呢看到了一些很久没看到的好朋友。我大宝呢，现在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我也知道啊，现场的各位都是眼光犀利的广告人，今天的标准呢，各位可以降低一点点了哈。各位，大家今天也可以好好发挥平常 social 的才华，迷人的笑容。但是有些直接的话呢，我想就不用多说了，好不好？各位，谢谢你们，好enjoy，谢谢。欢迎欢迎欢迎！哎呀，你们能来，我真的是蓬荜生辉，谢谢，恭喜！谢谢你们。看到门口那男女没？笑。来，你们看一看，我再去招呼客人，谢谢哈。笑。笑。好久不见，美商姐，导演，好久不见。这是我男朋友。哇，这么年轻哦！我就是喜欢弟弟嘛。你们也来捧大宝的场啊？那是一定要的啊！哎，那我敬你们。你少喝点。没关系，我酒量好。一杯就醉，叫好酒量。现在进步了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那天还好吧？
有一天你睡着了，我帮你接电话，说小飞喝醉了。不，诈骗集团，我手机掉了，诈骗集团打的。哇，这么新的诈骗手法。对，最新的，千万别相信。哦，那如果收到我跟你们导演的喜帖，也不要以为是诈骗哦。你们要结婚了？应该是你们导演玩腻了。你会来吧？当然啊，恭喜，等你们喜帖哦。恭喜！谢谢。谢谢。哎，我们还有事哎，我们要先走了，你们慢慢欣赏，大宝很棒的。你看那男有没有跟出来？啊？看那男有没有跟出来？不要回头啦！不回头，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出来？不要回头，你是听那你不懂。到底要不要确认啊？自拍。他好像出来了。手。快，上车！哎，等一下，你是男人，你开车。钥匙。快，开车。开车。我不会开车。也许是那一个人，也许是那一个吻，生命里陪着我们走完，就忘记那些昨天，就望着那些明天。男孩陪伴着女孩。飞吧，飞吧。你怎么了？我的初吻，那是人家的初吻哎呦，对不起啦，我没想你那么清纯，那刚刚的情况又这么危急。
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哦，对不起了。那我要怎么补偿你嘛？处女膜还可以重建，初吻。不然，如果下辈子再遇到，我再还你了。哦。人家的书。哦，对不起了。一点都不美丽。哎呦，好了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。我保护了这么久，你想怎么样嘛？你没跟人打扮，我心情很好吗？那个口口声声要我给他点时间的男人，就要跟别的女人结婚了，我还没来得及哭，就要先安慰你的初吻。你以为你的嘴巴有多清纯、多纯洁啊？吃了那么多垃圾食品不说，我就不相信你婴儿时期的时候没有被你爸妈亲过。初吻早就不出了，你哭屁呀！哭像个男人一样。把头抬起来，眼泪擦干。男人是这样擦眼泪的吗？算了，你还是做你自己就好。男人一旦成熟，就会变得可恶。你要记住，不管长多大，都要像现在一样天真善良，蠢一点没关系。千万不要像那个男人一样，没有能力还要贪婪的占有。绝对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，绝对不要去伤害那些爱你的人，永远要保持一颗男孩的心。今天谢谢你了。不会了。希望你很快就会有一个真正的吻。谢谢。下车吧。哦。衣服。穿帮了。看，大宝，你他妈的整个人都在玻璃里。对不起，我穿帮了，对不起。你们在混吗？明天偷偷不要来了。再来一个。
是这样穿吗？推一点，这样。对，差不多。这样还是穿？我那边过去。不要动。辛苦了，小飞。辛苦了啊。导演，道具组怎么就剩你一个人在忙？哦，第一车已经先走了。忙完以后进来。啊？谢谢你今天的指点迷津，请你吃个饭。其实大家都发现了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提醒你才不会被挨骂。你是在拐弯指责我爱骂人？你自己说的，喝酒的时候是朋友，不是导演。那么，我可以申诉一下，为什么我爱骂人吗？因为太寂寞了。什么是太寂寞了？懂我的意思吗？没人理解你，是最可怕的寂寞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那天跟客户讨论预算，很明显他们想砍 CF 的制作费，这样就可以把省下的费用拿出来跟电视台多下一点播出 Q。所以眼看我的好点子就要因为预算不足而功亏一篑，从 AD 到 A1 全都弃手了，我却跟客户闲聊起了网络。我的战友们却觉得我何必浪费时间？你觉得呢？你一定有目的吧？什么目的？你想要让他们从电视台换成比较平价的网络平台，这样就会有充裕的制作费。不只是充裕，但是你说的对。怎么样？你想跟我拍微电影吗？夜，城市一角，霓虹闪烁，有一种很诡谲的美。下过雨的地上反映出霓虹更美。没错，要雨后，孤独的人走在斑马线上，蓝色的雨衣。俯视，俯视很孤寂。很好，就俯视，然后让它走出镜，上 slogan。是你的日常感动了电影，
这个开场怎么样？必须无配乐。以后你可以不要一杯就倒吗？这样清醒的人会很寂寞。我会练习。是你勾引我，让一个寂寞的人觉得有依靠，是最可恶的勾引。一模一样。这么爱 Beatles， 有人不爱吗？本人为什么？很虚伪，用反战的大众语言来博得共鸣是投机。你知道吗？这个约翰·兰农，他每天都讲爱与和平，可是这样的话，他为什么会对他的老婆跟他的儿子这样子？他说一套做一套，真是虚伪。你觉得他有资格跟我们传道说爱吗？那你不爱 Beatles， 你爱什么 ？Jazz，你抓不到他，他不在任何规则里。但是，当你不试图抓住他的时候，你就拥有他了。就跟爱你一样。哇，你怎么那么聪明？是不是？为什么你不早一点来我的面前？因为我要绅士找人啊。哎，以后你不许爱他们了。那我爱谁？我。好。爱我就够了，你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一咬为定。咬咬相应。好，吃早点啊。
毛巾。哎，披萨，你再晚1秒出来，我就跳进泳池了。再来一个，罗小飞，你给我离游泳池远一点，越远越好。再来。大家辛苦了，喝点饮料吧。谢谢美妆姐，好好喝。希望每天都有。大家休息10分钟。谢谢。还好吗？今天好热啊，非常热。小厅电风扇。啊。谢谢。帮你吹后面。啊。小飞啊，掉到游泳池还是要喝饮料了，来。有凉快一点吗？嗯，好，很好。那是那个演员柯美霜，是啊，他跟导演很熟哦。她是导演女朋友，怎么会不熟？女朋友？对啊，在一起很久了，应该快结婚了。车钥匙呢？对不起。那还有我的衣服。我送你。一整套都送我。我说你去拿，我送你。再把衣服脱下还我。去哪？第二 answer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再也不要去那间餐厅了。啊？可是我跟人家约那。我先进去换衣服，再拿出来给你。不然呢？哦。哎。啊？你该不会是要去跟上次放你鸽子的约会吧？哦，其实他不是放我鸽子啦，是因为我……所以你打算穿你那套怪里怪气的衣服去把妹？
算了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还完这一笔，我们各走各的路，两不相欠啊。啊？我太早到了，我等朋友来再一起点。好的，没问题，谢谢。前菜要一个焗烤瓜牛，还有一个干嘛？我的小抄在我衣服里。你在哪里？我过去找你拿我的衣服。你的人生当中有剧本吗？什么？那小抄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当中最美的样子啊？就是两个人手牵手一起去前方探险。那些走错的路或是意外的惊喜，都是过程当中最棒的。菜单上那么多菜，干嘛不去尝试啊？不管喜不喜欢、好不好吃，都会是你们两个共同最美好的记忆，懂吗？懂了。所以，从研究菜单开始，打开你的心，去真正的认识它。好，谢谢姐姐。太气。让一个寂寞的人觉得有了依靠，又掉头就走，是最可恶的抛弃。让一个寂寞的人觉得有依靠，是最可恶的勾引。朋友迟到了，他一定会来。当然，肚子会不会饿？要不要来点面包垫垫肚子？我不用，我很好，谢谢。学长，这么巧，你也在这边吃饭？对啊，不是巧啦，就其实今天要跟你吃饭的那个，其实是。
钱我已经先留给老板，你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。总之，不管喜欢不喜欢，好吃不好吃，都会是你们两个以后最美好的共同记忆。从研究菜单开始，你就可以去真正的认识它。哦，我要点这个波士顿龙虾。好的，好的。谢谢。那我就跟他一样就好了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两位请稍待。谢谢。我跟你讲，最贵的一定最好吃。我妈跟我讲。都是你啦！哦，你们干嘛出现在我人生啦？哦，好饱。哎，刚刚那龙虾意大利面也太好吃了，那龙虾超大一只嘞。谢谢学长请我吃饭，还帮我做作业。哎呀，没什么啦，小事啦。再怎么说，你也是我的直属学妹啊，对不对？身为直属学长，那你要照顾一下。那我可以问学长一个问题吗？对不起啊，学妹。我知道你真的很可爱啦，但是学长我有一个更伟大的梦想要去实践，所以真的不好意思啊。不是啦，我是想要问你，安庆辉学长有女朋友吗？哦，你是问安？啊，吓我一跳，我一下都流汗。安庆辉现在有女朋友吗？安庆辉现在没有女朋友。真的吗？怎么了？你看起来很开心哎。没有啦，只是今天突然觉得他长得很帅。哦。
出来一个拔布啦，都被那个忠厚老师的脸骗了啦。那忠厚老师又怎么样？有个屁用啊！连那种巴结长官那种事情都不会了哈，搞到那全世界都升官了，全世界都升官，就他一个还在那边做承办员。你说那个承办员1个月才3万块，要死不活的薪水，我们一家4口要怎么过日子啊？我心想说我没有办法啊，我只好那费尽千辛万苦，千拜托万拜托，拜托这个拜托那个，好不容易我朋友把他介绍到一家大公司去做那个业务啦。业务不错呢。我朋友说认真一点哦，你撇开那个底薪不算，光那个奖金就有3、4万块呢，很不错哦。但不错有什么用啊？人错哦，你给他什么机会都是浪费的啦。你知道我们家那大老爷啊，去做业务哦，3个月拉不到1个客户呢，3个月哦，零业绩哦。你说那个老板有没有叫他滚蛋啊？我想说完蛋了呢。我们家要喝西北风嘞，那时候我每天是急到那血压都飙到190，真的快要死掉呢。这个家我都不知道啦。我想我们女人没关系的哦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嘛，跟着老公过苦日子我 OK 啊。但我还有2个儿子呢，我2个儿子还要吃饭呢，我不能让他们跑到街头去流浪呢。而且我儿子也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点上啊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社会这么多人都是靠爸一族啦，你有儿子对不对？我知道啦，我们女人就是可怜啦妈妈哦真的不容易当啦，不要哭不要哭。我那2个儿子很乖啦，我就是要栽培他们，不让他们输在起跑点呐，对不对？现在外面社会哦都是怎么在靠爸一族的啦，那我儿子怎么办？靠鬼哦！所以我说这个世界还是我们女人呐，要靠我们女人比较坚强有韧性呐。我心里想，好啊，没有关系啊，你这个家你扛不起来，没关系嘛，我来扛嘛。你知道我怎么样吗？我一个家庭主妇呢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从零学起哦，我自己赤手空拳，我就开了一家幼稚园，真的啊。幼稚园多不好开啊，多辛苦啊！现在小鬼一个比一个难缠呐，爸妈都没教好，爸妈也不讲理啊。我每天要应付小的啦，要巴结大的，我累得跟狗一样呢。结果你知道我们家老公怎样？除了帮我接送家，快点到了啦！到就到，你问妈妈干嘛啦？不用讲的。哎呦，下车！讲那个废人，讲到坐过站。先走了哦，安庆威啊，拿菜来了，不要忘记哦。你朋友啊？不认识。涨，什么东西都涨啊带3000个出去，回来找800。我跟你讲，再涨下去哦，再厉害的巧妇都没有办法了。而且我家还要养1个废物跟2只米虫。安静辉啊，我看算了啦，你那个插班大学不用考了啦，你考不上哦，妈妈没面子啦。考上又怎么样？出来22K，什么东西都买不起，可怜的要命。我们就给他把报名费省下来，比较实在啦。跟他说拒绝升学，我们跟政府抗议说那个教育制度烂透了，抗议，还有抗议那个什么 M 型社会不公不义，抗议。还可以抗议什么？算了，什么都抗议就对了，就是抗议啦，不要考了啦，抗议啦。怎样？亲爱的，你在干嘛？还债。还债？做安妈的鼓励哦。到底打来干嘛？听起来你一点都不想了解昨天后来是怎样哦。吃了多少？哎呀，放心啦，绰绰有余，还要找500块呢。你吃了我3500。重点是啊，我得到了一个超级无敌重要的情报，简直就是……什么情报？大哥，请喝茶。迫不及待哦。到底什么情报啊？快点啊！这次我的计划很简单啦，不搞笑，完全走史诗大悲剧路线。史诗悲剧哦？干嘛？有兴趣哦？还好
安庆会参我就参。我跟你说啦，为了那个洗发精超级无敌重要的情报，我们家庆辉肯定不会错过这次机会的啦，肯定会参的吗？对吧，安兄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不参，你死都不会告诉我这个超级无敌重要的情报了？哎呦，这个问题问得蛮好的，挺哲学的一个问题。我想想啊，如果你不参与的话，我也不会轻易放弃我热爱的表演艺术。所以迟早有一天，我会死在伟大的表演舞台上。至于这个超级无敌重要的情报，应该就会跟我一起入土为安喽。不过我比较喜欢海葬。我们真的是兄弟吗？赞，就知道你会听我。我跟你说，这次计划真的很简单。一开始呢，我会先用一段独白开场，然后搞屁啊！既然是兄弟，为什么不能无条件挺我？挺啊，怎么不挺？如果你挺的话，为什么一个对我来说超级无敌重要的情报，却必须用条件来交换？哎呦，讲什么交换啦？啊，你刚刚不是说是兄弟就无条件相挺？哎，为了表演艺术，我死都可以哎。可是我没有让你无条件相挺我啊。我每次拿最重要的情报来跟你换哎。你看搞屁，他连个屁都没有。你把黑的讲成白了吧？有吗？明明每次都是你用情报叫我帮你做这做那的。我是没有帮你做这做那啊。奇怪，星期六怎样？星期六你是不是一通电话打来，我马上放下手边的作业，杀去餐厅挺你？挺我？你吃了3500叫挺我？好啊。那如果我不是洗发精的直属学长，你会跟我当好兄弟吗？你会跟我当好朋友吗？奇怪哎，干嘛自己讲那么重情重义啊？圣人哦！你再讲一次啊！一样啊！好啦，别吵了啦，臭痴汉！你才死香菇头嘞！怎样啊？好啦，别吵了啦！对啦，我没情没义啦，那以后就各走各的路啊！少拿这些无聊自爽幼稚东西来帮我。好啊，不用你啦，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完成啦。闭嘴呀，嘴巴臭！只有小把洗发精就好了啦。去追你的潘妍婷啦，只会更加追不到啦。不要这样啊！你干嘛欺负他？哪有欺负他？不对劲，最近我突然发现好多事情都不对劲，好像是从潘妍婷，不是潘妍婷，是那个阿姨姐姐。没错，自从遇到那个阿姨姐姐之后，我就像被衰神缠身一样，人生变得好黑白，四周的一切都……对不起。旋转旋转，跳跃跳跃，我不要停。旋转旋转，跳跃跳跃，我不要停。旋转旋转，跳跃跳跃，我不要停。干嘛啦？你很奇怪哎。出去练。这里是我的房间啊，所以我就是要在这里练。怎样啊？我不要停。哎呀！
你妈她，你做的？哦，厉害哦。可是你天天熬夜赶作业，那身体会坏掉。其实弄得差不多就好，不用那么追求完美。啊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人家不是说吗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如果不是青山呢？啊？万一跟你一样是个沙漠，哪里来的柴烧？也对哈，万一是沙漠就糟糕了。所以呢，不要跟拔一样，拔就是那种，反正你一定要是一座青山就对了啦，哈，加油！用一点力，你上次也是这样，这次还是这样，你要磨到什么时候？磨到天荒地老哦。哎，很好，你现在是当自己是朱明啊？我看猪八戒吧。啊，你设计这样子，我要怎么让你毕业啦？你这样毕业之后有什么工作啊？我看你出去哦，拌水泥还差不多。动手啊！你再磨下去都没有了，你到底是做什么啊？啊，臭臭狗嘴巴本来就很臭啊！你干嘛中他计啊？洗发精问我你有没有女朋友啦？我不需要你的钱。他还跟我说，他突然觉得你很帅。放心啦，不用交换啦，情报免费送你啦。干嘛突然那么假好心？因为你不理我的这几天，我突然觉得我像失去了左手一样，好不习惯，好不自在，好寂寞。所以我突然想通了，如果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表演者，却要失去那么重要的兄弟的话，那我宁愿不要这么伟大。
希望你幸福。哎，那小剧场怎么办？哎呀，既然不用这么伟大，就随便找一个。什么时候拍啦？今晚可以吗？这是一段比人间四月天还要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。话说民国初年，上海百乐门大舞厅的老板有一个万人拥戴的 beautiful daughter， 美丽女儿。名流绅士没有一个不疯狂追求的，可这美丽的女儿却偏偏爱上了一个在百乐门打工的穷困小喇叭手。而这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 ，bang， 终于被他的父亲，百乐门大舞厅的老板给发现了。他执意的反对这段爱情，并擅自做主的将他的女儿许配给了美国的富商。女孩赴美前夕，伤心欲绝的小喇叭手，在千方百计之下，终于和这女孩见上了最后一面。他含着泪，拿出一块大洋，并深情地对她说：“倘若此生有缘再相见，就以此信物，海枯石烂，此情不渝啊！”时光荏苒的30年后，当年的女孩终于回到了她朝思暮想的上海。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，当自己在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，竟已是一个历经沧桑的妇人。唉，景物依旧，人事全非啊。港口的风好大，我还是先回百乐门吧。3人车。太太上哪？百乐门。是他，小老八。是他，大小姐。上百乐门是吧？嗯。太太，请上车。出发吧。是。还好他没认出我来。我果然老了，让他忘了我是谁。赶上了。救星啊！可以到了吧？太太，百乐门到了。多少钱？5毛。院长，天哪！他竟然连这块大洋都可以割舍。谢谢。天哪！他竟然连这块大洋都不认得！不可以，先放下再说心事。永别了，我的
百感交集的车夫，带着破碎的心，百感交集的车夫，带着破碎的心，回到了自己残破的家。回想这段往事如烟、荡气回肠的爱情，他只能哀伤地喝着酒，流着泪。而这夜重逢的悲喜交织，终于让他振笔疾书地写下一首千古传唱的世界名曲。三轮车跑得快，上面坐个老太太，要5毛给1块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哇，干嘛啦？去扶一下。走开啦！果然很有个性哎。可以逼又有卡吗？逼个屁！三轮车跑得快，上面坐个老太太。你有没有被中国动画啊？我被说不。嗨，学妹。学长，你被人家恶作剧了啦！哪个白痴贴的？我不是骂你，谢谢。还痛不痛啊？啊？你的腰啦，3轮车还会痛吗？哦，不会痛，我的腰很好，谢谢。那就好。3轮车很可爱，可是你还是要注意安全哦。好。安心辉，走路要看路呢，小心被车撞。对啊，毕竟你弟不知道喜欢男生还是女生，你们家传宗接代还是要靠你们。干嘛？啊？星期3午休的时候，带攀岩艇到雕塑教室。我靠，没变走，真的假的？决定要冲了，再不冲就不是男人。好帅哦！可是马季跑得快，阿杰啊，上面坐个老太太。3轮车很可爱，可是你还是要注意安全哦。
干嘛？West Coast gullies, other fools trying to roll up, but you know what? Should have toast mark slow up. Hold up, what's really good? Sitting in a scraper with the TV in the wood. It's going down like I said that it would. Hydros bounce like a hydro should. All the doors open, wheels still smoking, dancing on the roof grinning, but I ain't joking. In the intersection, the tents blacked up, sounds jacked up, traffic backed up. We stay backed up, banging like what? Throwing up sets, leave them hanging like what? 潘延铁，我喜欢你。啊！这样，不管是当众求婚还是当众告白，那种喜悦都是演给人家看的，是假的。学长，你怎么会想到要用石膏跟铝罐？学以致用，决定性的瞬间。我太平凡了，我平凡的好怕这辈子你都不会出现。我现在只想过好我自己的生活，没空帮你的人生打分数。我宁可学着自己面对孤独的旅程，也不愿看你挥霍你的青春，在困住你的人，回忆的时分，只要记得。